就在华雷斯的部众蜂拥而至的时候，马奎带着阿亮回到了手术室。马奎大老远就换上一副谄媚的表情，一边向着叶晨殷勤快步走来，一边从兜里掏出一盒国内的香烟，走到叶晨跟前，递上一支，毕恭毕敬地说道：“叶先生，我们老大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老大交代我要好生招待您，您先抽支烟。”叶晨摆摆手，淡然道：“不会。”哎呦，马奎连忙讨好着说道：“不会好，不会好，烟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能别碰就别碰。”说着，他伸手将烟盒揣进兜里，转身对阿亮说道：“吩咐下去，任何人不得当着叶先生的面抽烟。”阿亮赶紧殷勤地点头说道：“好的，好的。”说完，转过身用西语跟那群墨西哥人一通叽里咕啦。马奎则陪着笑对叶晨说道：“叶先生，这下面环境太差，您看咱们是不是上去说话？”“不必了。”叶晨微微摆了摆手，淡淡道：“我挺喜欢这个地方的，简陋却不简单。你看你们这个手术室，麻雀虽小，但五脏俱全，看得出这些设备也是很考究的。闻着消毒水的味道这么重，想来你们也挺注意卫生。”马奎忙道：“叶先生，不瞒您说，我对医学这方面那真是狗屁不通。不过刚才那个印度阿三可是有点水平，您知道这小子有什么光辉事迹吗？”叶晨摇了摇头，问：“什么事迹？”马奎说道：“这小子在印度的时候，用各种手段坑蒙拐骗地嘎了500-600个人的腰子，后来在国内东窗事发，混不下去了，就跑到美国了。结果到了美国又重操旧业。现在在北美这个圈子里，这小子能算得上是一把刀。”叶晨不禁咂了咂嘴，半开玩笑地说道：“虽说这事儿确实下三滥，但也不得不说还是有点东西的。”马奎讪笑一声，连忙点头说道：“您说的对，跟您比起来，我们这确实都是些上不来台面的下三滥勾当。正常情况下，嘎一个腰子，整个产业链一共才能赚几万或者10几万美金。要是想赚到您这样的100亿身家，怕是要嘎10万个腰子都不止，这辈子累死也不可能实现。”叶晨撇了撇嘴，反问他：“谁告诉你我是100亿身家？100亿在我眼里连个屁也算不上。”说着，叶晨又道：“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前段时间我收编了一个组织，长线短线的，我往里投了得有个几百亿美金了。”马奎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脱口道：“叶先生，您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什么样的组织能让您投几百亿美金？”叶晨随口说道：“这个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不过你不需要质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，因为我从不开这样的玩笑。”马奎也知道叶晨能拥有一张黑金卡，就证明人家肯定有真材实料，想来也不可能在自己这种小人物面前吹嘘。于是他毕恭毕敬地说道：“叶先生，承蒙您对我们疯狂华雷斯感兴趣，我相信等您见了我们老大之后，一定不会对我们失望的。”叶晨点了点头，看向一旁一直没回过神来的郎红军，立刻皱着眉头对马奎说道：“我以为你挺有眼力的，怎么不知道给我这老哥把扎带剪了？”马奎一听这话，才瞬间回过神来。原本他以为叶晨不过就是借着郎红军找上门来，心里还想着叶晨是大佬不能得罪，但郎红军是马上要接受手术的公体，俩人往后肯定也没什么关系。可是听叶晨这么一说，便意识到叶晨应该是要保这个郎红军，于是他连忙不假思索地抽了自己一个耳光，懊恼地说道：“哎呀，叶先生，真对不住，光顾着伺候您了。没想起来，您这位朋友，怪我了，怪我了。”说完，赶紧对阿亮说道：“还不赶紧给郎先生松绑？”好嘞，阿亮不敢有任何耽搁，
赶忙从腰间抽出一把折叠匕首，随后将郎红军手上的扎带割断。郎红军顾不得适应一下刚刚恢复自由的双手，扑通一下跪在叶晨面前，哭着说道：“老弟，哦不，叶先生，求求您救我一命吧，叶先生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实在不能就这么死在墨西哥啊！”叶晨伸手将他搀扶起来，微微一笑，认真说道：“老哥放心，你我也算是有缘，这次来墨西哥，有我就有你，谁敢动你一根汗毛，我叶晨第一个不答应。”郎红军心中感动，更多的是劫后余生的轻松。他虽泪流满面，但依旧难掩开心地对叶晨说道：“谢谢叶先生，谢谢叶先生。”一旁的马奎连忙陪着笑道：“郎先生您放心，既然您是叶先生的朋友，那就是我们这里的贵客，之前的事情都是误会，您也不要往心里去，我保您接下来在墨西哥能平平安安。”叶晨好奇地问道：“马奎，我想知道那个要接受手术的人，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”马奎笑了笑，恭敬地说道：“回叶先生，对方定金已经付了，家属也答应了上手术台之后付尾款，到时候我们会拿他的胸腔打开，然后再等2个小时再给他缝上。到时候就把人送回美国去，告诉他手术已经完成了。如果他感觉不舒服，那可能是他的身体还没有适应新的心脏，并且还存在一定的排异反应，只要回去安心休养半个月，基本上就能痊愈。”叶晨皱眉问道：“对方给了你们所有的钱，跑过来白白挨了一刀就回去了，这是不是有点过分损了？”马奎认真道：“叶先生，像这种情况，我们打开胸腔什么都不动，再给他缝上，这就已经是非常够意思了。要是换了我们另外几个同行，可能打开他的胸腔之后，不但不给他换上新的心脏，还会顺手嘎他一个腰子。这种事可不是我胡编乱造，在我们这行里面实在是太正常了。”叶晨似笑非笑地点了点头，果然是一群毫无节操、毫无人性的渣子、王八蛋。如果让这帮混蛋继续为非作歹，那真是天理不容。想到这，叶晨看着马奎，问他：“你们老大怎么还没来？太能墨迹了吧？”马奎连忙说道：“叶先生您别着急，我们老大之前在赌场赌钱，临时赶过来有些远，所以时间上确实要久一点，不过应该很快就到了。”